给这个盘锦郊区2万一套60平方的二手房进行了一波断舍离。昨天把大卧室扔出去的小20包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除了一些家具，面上的东西几乎都清出去了。今天准备收拾一进门口这个小厅，先把昨天收拾出来这些东西给它拿下去。房主姐姐他们这个小区垃圾桶比较少，10几栋楼只有1个垃圾点，离得还比较远。这里面有1半以上都是衣服，本来房主姐姐是想要捐来的，后来又一想，还不如直接给收废品这个大哥，也省得我们往外扔。现在所有的房间都收拾完了，就剩这个小厅，还有就是有一些东西没归纳进去。先把洗衣机清理出来，以前卫生间没有镜柜，化妆品啥的都在这个洗衣机上堆着。现在卫生间里面刚安了一个新的浴盆和镜柜，以后就不用再往这放了。把洗衣机往前挪一挪，前后左右的都给它擦一遍。洗衣机下面是铺的地板，房主姐姐说好几次洗衣服那个下水管都忘放，水冒出来了，全都给泡坏了。我把这个洗衣机上粘了一个挂钩，下水管还有电线可以挂在这个地方，就不用像刚开始那样在墙上滴里嘟噜的了。餐桌上也是放满了，吃的用的堆了一大堆，平时吃饭都没有多大空，把这些吃的喝的都给它放到厨房的柜子里。厨房收拾出来以后也空了一点地方，不像原来那么满满当当的了。这个餐桌也能倒出来，以后吃饭的时候也不用那么挤了。房主姐说这么大一个餐桌，吃饭的时候都没有地方。收拾完以后就不往这个餐桌上堆东西了。这个桌子是一个折叠桌吧，跟我们家是一样的，中间这个地方可以折叠，然后收起来变成一个正方形。平时就这样收起来，然后等来人的时候再给它打开，这样还能节省一点空间。虽然节省不多，但是对于小户型来说是也能宽敞一点。这个房子一进门口就是一个冰箱，特别堵停。本来房主姐姐想把这个暖气片往外挪一挪，然后把冰箱放到里边这个角落，但是打电话问了一下，现在是属于供暖期，如果想挪的话就得放水。屋里铺的地板就不建议现在整，等明年停气了以后再改。冰箱上面也是放了一些东西，房主姐姐说大部分都应该过期了，放上去就没有往下拿过。这么窄的门口，这里还放了一个鞋架，一进门口就感觉特别压抑。房主姐姐说这个鞋架先不要了，等她老公回来的时候再说。我建议房主姐姐在门口买一个10几公分那种窄边鞋柜，要不然门口不放鞋架也不得劲儿。那种窄边鞋柜也不少放鞋，而且放完以后鞋是不裸露在外边的。姐姐还没听说过，我找了个图片给她看，立马她就下单了。昨天还剩了一小部分没挑完，今天加上客厅的又扔出去了一大堆。连这个洗地机也扔出去了。房子是2010年买的，买完以后就是简单装修了一下，现在好多地方都已经坏了。前几天房主姐姐订了2个门2个窗帘，今天下午过来安装了。10多年的时间，按理说这个房子应该重新装修，但是房主姐姐说现在装修一次怎么也得个5、6万，都能买2套房子了，而且这个房子也不怎么住人。今年到头她老公也就回来待5、6个月，他们有一套是去年刚装修完的，但是她老公不习惯上那边去，就喜欢在这套房子里待着，所以就简单的修一修。下午阳台这个门换了一个新的折叠门，入户门这个地方是包的，姐姐说她每年都得包2次，因为家里养的猫嘛，还不止一只，就这些门都是被猫挠的，看起来已经是破破烂烂的了。房主姐姐说她都已经是人家的固定客户了。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个包门是怎么包的，我打听了一下，包一次需要150块钱的费用，这么一算是不是还不如直接换一个铁门合适呀？我感觉它这个材料没有多少钱，贵应该就是贵在人工上了，包这一个门也差不多得用1个小时的时间。包完以后确实是比之前好看多了。大哥包门来回的拿东西，厅里面的活就干不了，正好大屋这个门没擦了，再给它擦出来。这个门还是挺脏的，喷上油污净立马就变成黑水了。阳台左边不是还搭了2个架子吗？房主姐姐想买2块新的地板革给它铺上，结果收拾大屋的时候找出来了2卷，这个颜色的刚刚好够2块板的。好多人都建议房主姐姐把这2块板给它撤了，太丑了。她也看到评论了，但是她说还得留着。她准备下边2个地方放东西，上边那一层给猫搭一个窝，就是让猫在这晒个太阳啥的。这个门有点变形了，
拆的可费劲了，都磨地板。师傅把这个荷叶给它往上挪了一块。这个师傅原来是个木工，气钉枪啥的都有，还把家里掉的板啥的都给钉了一下。阳台上这个梁架也是10多年了，不怎么好了，粉丝姐姐让他给拆下来了，重新安了一套上去。这个大哥是从下午1点来的，一直干到晚上6点多，一下午没闲着。听粉丝姐姐说，连门带修一共是花了1000块钱。房子小，他来来回回的走，这个厅就没收拾成卫生，第二天早上来开始干的。粉丝姐姐说，平时她不做饭，都是她老公做。这个冰箱里面都挺干净的，也不用收拾了，就是把外边擦干净就行。一开始房主姐姐想着把这个鞋架直接给它扔出去，但是后来又一想，猫有好多东西可以给它擦出来放到阳台上，这样放东西看着还能整齐一点。昨天他已经让那个师傅量好了，在这上面搭一块板，太阳也晒不着，等明天来了以后再给它安上。这个架子还是当时他老爸给他弄的呢，现在正好利用上了。这些床单和凳子也不要了，墙上有点浮灰，拿干抹布给擦了一遍，就剩着这个冰箱下面还没擦了。冰箱挺干净的，但是这个底下还是藏了挺多灰，少喷了点油精，用抹布一遍就擦干净了。我第一次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就感觉这个冰箱放了位置不对，跟姐姐研究了好长时间，没有合适的地方放，所以还是放在原来这个位置了。但是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，一进门口就像一堵墙一样，所以就决定把这个冰箱往里挪一挪，看看怎么样吧。放了一块板给这个冰箱隔一些热，虽然是有暖气片，但是烧的也不是很热。放在这个位置，感觉冰箱也不是很靠前，最起码现在一进呢，看着要比原来宽敞多了。房主姐姐说这样挺好的，来年也不用改暖气了，就这么放就行。房主姐姐他们家这个洗衣机是滚筒的，打开以后闻的有点味道，正好我也带清洗洗衣机的了，就给它洗了一下。滚筒的桶里边倒2袋，胶圈倒1袋，然后放一条毛巾，按桶自洁就行。洗完以后，这个桶都看着亮了好多，也没有味道了。拖拖地，这个厅就彻底收拾完了。2个房子一共干了12天，要是弟媳妇不来的话，我可能还得多干个2-3天。有时候看的地方不大，收拾起来也挺费事的。来看一下前后对比吧。本来想今天一起把收尾还有一镜到底的剪到一起去，但是今天回大连了，时间有点赶，就先剪个小客厅吧，明天再更一个。